Hello， 你好吗？我是 Jasmine，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作为奇葩说的死忠粉呢，我今天又要聊一聊奇葩说最近一期的辩题了，就是关于全职奶爸的问题。那我这期节目呢，就想讲一讲我对全职爸爸这个角色的理解，并且想聊一聊做全职爸爸，包括我认识的在澳洲的全职爸爸，他们的处境是怎么样的，他们将面临着什么。首先呢，我想说一个我自己大概的认知。我自己是做过1年多的全职妈妈的，在做全职妈妈的期间呢，我就经常在工作日带着孩子去 playground 玩。那我自己的观察是呢，通常来说，妈妈带着孩子去玩和爸爸带着孩子去玩的人数是各半的，甚至很多时候爸爸带孩子去玩的数量会更多一些。当然，对于这个现象，你可以理解成爸爸更喜欢带着孩子出去玩，妈妈更喜欢带着孩子待在家里，也是有可能的。但是就我在澳洲这么多年，我自己的观察来看呢，在澳洲会带孩子的男性其实是不在少数的。我自己呢，之前有一个女同事，她的丈夫就是全职奶爸。她当时生孩子的时候呢，刚好是被公司外派到美国的那几年。在美国呢，产假其实是很短的。她生完孩子不到1个月就回去上班了，那她老公呢就留在家里照顾孩子，一直到现在都是她老公全权负责照顾孩子。她老公是一个很负责任、很有能力，并且很有意愿去把孩子照顾好的一个人。所以总的来说呢，在澳洲带孩子的男性不在少数，并且我会觉得在全球范围内，对于全职爸爸也好，全职妈妈也好，认可度是在不断提升的，并且呢，大家也越来越意识到了在家付出的价值也是非常高的，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趋势。那下面我就想聊一聊是什么样的人真正的需要讨论，是一定要有一个人留在家里当全职的爸爸或者妈妈。那我觉得首先经济上必须要满足，任何一方一旦出去工作，他的收入可以支付家庭的开销。如果是必须要2方都出去工作，收入才可以支撑日常开销的家庭呢，可能就不会生孩子，或者是生完孩子之后，孩子就直接丢给老人照顾了，也不会是真正题目中说到的一方的年薪就有几百万的人。就像李诞说的，一个年收入有几百万的女生，她找的男人一定也有年薪几百万的能力，那他们2口子加起来年薪可能上千万了。这样的家庭，我等凡人是没有资格去讨论人家家庭的出路在哪里的。那真正需要考虑这个问题呢，其实就是我们这种普通人，就是我们任何一方的收入呢是可以支撑家庭的开销，但是不富裕，没有富裕到说可以请一个保姆。大家都知道澳洲的人工是非常贵的，但是可能不是所有的人都知道在这边请一个保姆需要多少钱。在澳洲呢，请一个保姆或者是月嫂，市场价是250块1天，1周7天，通常是要给人家1天休息的。也就是说，请一个保姆或者是月嫂，你1年的花销是250乘以6乘以52，说差不多是78000块。如果你要拿出这些钱，那你税前的收入至少要保证在10万以上。年收入有10万以上的人，我相信不少。但是你真的会把所有的钱都花去请保姆吗？那你家里的吃穿用度怎么办？你是不是需要赚更多的钱才可以 cover 这样一笔的开销？很多时候我们想的是全职爸爸或者妈妈，我们说的是全职，但是我认为它不是全职可以解释的。毫不夸张地说，在孩子1岁之前，全职的爸爸也好，妈妈也好，他其实干的是2到3个人的工作量的。我也听说过有一些人比较夸张啊，坐月子的时候他是雇佣了3个月嫂的，一个专门照顾孕妇，一个专门照顾孩子，一个专门负责家务。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，真的是没有这样的财力去请保姆的。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很多时候我们普通人没有办法雇不起那个保姆，必须要牺牲一个人去干全职的家庭的这些事务。这期的奇葩说节目最开始观众投票环节呢，要当和不要当是50比50的，这个比例让我非常的惊讶。最开始就以为是女生都投了要，男生都投了不要。结果你发现呢，大部分的不要是男生自己投的。同时呢，我在网上也看了一份非常有意思的报告，是来自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的，他对1987个已婚的夫妻进行了调查，关于男性成为全职奶爸，女性赞成的比例是45.8%，
而男同胞居然赞成的比例是52.4%，这个让我非常的惊讶。为什么有那么多男性他主动的要求去当全职奶爸？我觉得这其中有一大部分的原因是因为他们不知道全职爸爸、全职妈妈这意味着什么，他们很有可能是那种抱着我不想努力工作了，富婆养我的想法。我知道前段时间在国内的某个短视频平台有一个奶爸非常火，他记录了他一天带孩子的过程。每天呢5点多就要起床给全家人做早餐，然后呢就马不停蹄的喂孩子、换尿布、抱孩子、哄睡，包括上厕所都得带着孩子。好不容易忙完一天，总算消停一会儿呢，老婆又打电话说：“亲爱的，我要回家了，赶快给我做饭哦。”然后又要开始做饭。其实这就是多么真实的每一个全职妈妈的日常嘛。很多男生他们可以轻描淡写的说，你有什么累的，不就是在家带个孩子嘛？因为他们的想象中带孩子，你刷着 iPad 也可以带，看着电视也可以带，他们严重低估了这个带孩子要花费的体力、精力、劳累的程度。其实我不想去讨论这一部分人，因为如果你带孩子是这种就是很不负责任的方式带的话，我相信你工作当中也没有机会赚到很多钱的，因为你本质上就是一个懒惰的低自尊的人，就是俗话说的那种你无论主内还是主外都主不明白的人。我这里顺便想插一下我自己的感受啊，在我没有孩子的时候，我真的憧憬过当家庭主妇的生活。我也是把在家里做做家务、看看孩子当做是了一件非常轻松的事情，因为当时就是没有这个概念。并且我们当时女生之间还流传一句话嘛，就是说我读这么多书，就是为了能够遇见可以有能力让我在家当家庭主妇的男人。当时听着你就觉得是那么的有道理，但是当你真正有了孩子，我自己的想法是，我愿意成为那个有能力养家糊口的男人。有很多人会说啊，其实有一些爸爸呢，他了解了事情的真相，依旧愿意选择当全职奶爸，这又是为什么呢？我会觉得当然是一定有经济的考量的，这个爸爸未必是找不到工作，但可能他的工作的性价比并没有这个女生的性价比高。但是呢，除了这一点原因，我相信还有以下的几点原因也是我非常认同的。第一点呢，就是在家当全职奶爸，包括当全职妈妈，这其实是一个体力活，从抱孩子、带孩子、哄睡到买菜、做饭、洗衣服，这些都是非常考验体力和耐力的。就是你们想象一下，一个10几20斤的孩子抱在一个女生手里是非常累的，但是抱在一个男生手里，他的感觉可能就还好。就包括说抱着孩子睡觉，也是睡在爸爸的肚子上更大一些，更有安全感一些。第二点呢，就是男人带孩子，他的心理压力要比女人带孩子小得多。社会对男性和女性性别的刻板印象和刻板偏见呢，就决定了，如果一个女生在家带孩子，那身边的七大姑八大姨都觉得这个女性一定是能把孩子带得很好的，所以稍微有一点磕磕碰碰啊，孩子喝不上奶了，或者孩子生病了，都会说，哎，你这怎么带孩子，怎么带个孩子都带不好。但如果男生来带孩子呢，社会对男性的期待本来就是男性带孩子活着就好，那男生带孩子稍微带的 OK 一点，大家都会觉得哇，这个男生很厉害啊。第三点呢，就是男性去带孩子，他从带孩子的第一个瞬间就是受到了极大的尊重的。我们知道做家庭主妇也好，做家庭主夫也好，你没有收入去证明你自己，给你带来成就感，就是你缺乏了社会的认可体系。那么你可以得到的认同的体系，其实很大程度上就是来自于你的伴侣。因为我们女性怀孕生产，然后到生完孩子还要奶孩子，通常来说少则小半年，多则1、2年、2、3年，我们是必然要有一个当全职妈妈的这样的过程的。所以我们天然就能体会在家的那个人是多么的不容易。在尊重家庭劳动这件事情上，女性真的是比男性要好太多太多了，因为我们经历过。
第4点，我曾经呢看过一个爸爸写的分享，他说呢，我就是在家当全职爸爸，而让我的老婆出去工作，因为本来职场对于一个女性来说就有太多的歧视，如果你让她生完孩子再去当全职妈妈，当个1-2年再回职场，她可能早就找不到她的位置了。但是如果你让一个男性去当全职爸爸，当个几年，他再回到职场，他大概率还可以找回他以前的位置，因为这个社会我们无法改变的是，它就是一个男权社会。我知道有很多人会说我女权，其实这件事情本身就很搞笑。自己包括我相信很多女性一直想要的是人权，一直想达到的是男女平权。而我们这种想要求男女平权的女性，在很多男性看来就已经是女权了。我记得我以前看过一些女生 YY 的图片啊，就是一个很帅的肌肉型男在那边做饭呐，在那边做家务啊，然后下面的配字是会做家务的男人才是最帅的。但是有孩子之后，我会觉得这些 YY 实在是太幼稚了。男人什么时候最帅？就是他抱着孩子的时候最帅。最后呢，说点正经的，其实这期节目的最后呢，刘擎教授说了一段话：我有500万，我的老婆要全职，或者我的老婆有500万，所以我有全职。这里边的一个逻辑太明显了，就是说，工作只是为了钱，工作胜任的人去工作，工作不胜任的人在家干活，停工作是次等的。他们的工作相对来说简单、忙碌、平庸、乏味，也很少社会尊重。对大多数人，我们要看到，这是一份在社会上仍然处在低的地位、受到歧视的这样一个状态。现实可能比这个要残酷得多。现实能力差的那一方往往留在家里当全职奶爸或者是全职妈妈，因为当全职妈妈也好，当全职爸爸也好，这件事情实在是门槛太低了，任何一个有孩子的人都可以选择去做。而做一个自己的经济能力可以支撑这个家开销的人，相对来说门槛就要高得多。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始终相信，一个工作能力很强，在职场上呼风唤雨的女强人，她一旦选择回到家里，那在全职妈妈这件事情上也可以做得非常好。我非常喜欢的一个公众号大 J 小弟，他的作者大 J 呢，在成为全职妈妈之前呢，也是一个年薪100万的职业女性，但是因为她的孩子呢，因为是早产儿，所以需要一个人全心全意的照顾。而与此同时呢，她学习了非常多的育儿知识，最后呢，开了课，写了公众号，出了书，相当于说她从一个全职妈妈，最后到了一个自主的创业者，一个非常优秀的人，她到任何一个领域，她都会发光的。而我们普通人想要在这个赛道上有所成就，得到社会认可的话，实在是太难了。并且你一旦到了取得了一定成绩的时候，你也就不再有时间做一个全职妈妈了。我在做全职妈妈的时候，也特别想在这个赛道上也证明自己的优秀。我拼命的去学习育儿的知识，并且拼命的去实践。但同时我觉得非常的无力，我可以把带孩子这件事当成一个个的项目去执行，但是我没有任何办法去证明我在这件事情上给家里、给孩子，包括给我自己带来的长期价值。你在全职妈妈这件事情上，你即使是做到了前20%，在外人看来，你跟做的最烂的那20%可能没有太大的区别。甚至你没有办法去证明你不是没有能力工作，你不是把当全职妈妈、全职爸爸只是当成一个退路而已。太多的时候并不是我们说我们应该尊重全职爸爸、全职妈妈的劳动，大家就都会去尊重的。男女平等也好，尊重一个人在家庭内部的付出也好，我们都有很长的路要走。在这里呢，我想向所有的全职爸爸也好，全职妈妈也好，说一句辛苦了。对于这个话题你是怎么看的呢？欢迎在视频的下方给我留言，我们下期见喽，拜拜。